大家好，我是東門 Escape， 歡迎來到我們 MetaMask Clone EP06。這一集我們正式離開 EVM 世界，進入 Tron。在開始之前，我一定要把邊界講清楚。這一集不講 TRC-20，TRC-20 會有獨立一集，像我們之前有一集是專門講 ERC-20， 比如 Deploy、Receive、Transfer。這一集只做一件事，從 Wallet System 和 Backend 的角度理解 Tron。所以這一集我們只關心4件事：如何 Generate Wallet， 如何 Export Private Key。Tron 和 EVM 在錢包 address 裡和 Transaction Hash 上的本質差異，以及 Tron 的 Wallet Tooling 和 Infra 在系統裡扮演什麼角色。如果你是想看 DApp Approve Allowance， 那這一集可能不適合你了。如果你只是想了解一個錢包系統在支持 Tron 時到底哪裡不一樣，那這一集非常關鍵。我們先從一個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實開始。Tron 和 EVM 是兩個不同的 blockchain 世界。表面上它們看起來很像，都是使用 SECP256KE， 都是有靠，甚至用戶體驗看起来也差不多，但那只是用戶层的相似。從 Wallet System 的角度，我們不看 UI， 我們看的是一條非常明確的鏈路，看的是 Key、Address、Signing、Broadcast。在這個層級上 Tron 和 EVM 是兩套不同的系統，所以從現在開始，你要把一個觀念放在心裡， Tron 不是另一個 EVM 鏈，它是一個不同的 Wallet Domain。接下來我們只談 Wallet System 必須關心的差異。從 Wallet Address 開始，在 EVM 世界裡 Address 是 Hex 格式，以 0x 開始，大小寫不影響 Address 本身的意義。但是在 Tron 世界裡 Address 使用的是 Base 58 check， 通常是以 T 開頭，而且大小寫是有意義的。Transaction Hash 也是一樣。在 EVM 裡 Transaction Hash 是 Hex 大小寫不影響的，但是在 Tron 裡 Transaction Hash 是 Base 58編碼，大小寫本身就是編碼的一部分。這在系統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在 Tron 世界 Wallet Address 和 Transaction Hash 是不能當普通 string 來處理的。這裡簡單解釋一下什麼是 Base 58 check。我們只從 Wallet System 的角度講結果，不講算法。Base 58 check 做了幾件事，它去掉了容易混淆的字符。來，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它叫58呢？是因為10個數字再加26個字母大小寫，所以總共是62個字。它去掉了4個，就是這4個。Base 85 check 它在編碼裡直接包含了 checksum， 而且大小寫是編碼的一部分。你可以對比一下，在 EVM 世界 checksum 是 EIP55 是 optional 的，但是在 Tron 世界 checksum 是 encoding 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用 EVM 的處理方式去處理 Tron address， 你一定會在 validation、indexing 或者数据
一致性上踩坑。這也是為什麼我會給你一個非常明確的系統判斷。Address 是 chain specific 的 domain object， 不是 string。如果你聽得懂這句話，你已經在系統視角，而不是在教程視角看待錢包了。在我們開始真正生成 Tron Wallet 之前，必須面對一個工程事實。Tron 的 SDK 生態並不多，官方最核心的工具是一個叫 Wallet CLI 的項目，它是 CLI base， 底層是使用 gRPC， 本身是一個 Spring Boot 的 console application， 而且幾乎沒有完整系統化的 instruction。這其實是說明一件事。Tron 的 Wallet tooling 是為了系統準備的，而不是為了教學準備的。所以我們的 MetaMask Clone 項目裡，我們不會去重寫一個 Wallet CLI， 我們做的是把 Tron 的 SDK 引入到現在有的錢包系統裡，讓它成為 Wallet Core 的一部分。到這裡，我們才具備了一個前提條件，這個系統已經有能力生成 Tron Wallet。我們先把 Wallet CLI import 進去我們的 MetaMask Clone 裡。首先，我們打開 Wallet CLI 的 GitHub repository， 然後我們 clone 下來。clone下來之後，我們打開項目，打開了之後，我們就直接 build。我們先 refresh 一下，沒問題，然後我們就 build。我們 build 成功了，然後我們打開我們的 folder， 去到 build folder 裡面的 libs， 我們打開來看，你會看到兩個 jar file， 一個就是我的 -CLI， 你很明顯看得到這個是大的，因為它是 package 了整個 CLI 相關的 library， 全部的 lib 都放在裡面。然後我們要的最簡單的 lib， 最簡單的 jar file 就是這個，很明顯就是 3.7 MB，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套起來，然後回去我的 MetaMask， 我們就創建一個 folder， 我們就把它 rename 成 Tron Wallet。过後我們要更改 Gradle file， 我們就放這裡吧。我們 refresh 一下，來，我們測試一下到底有沒有 import 成功，應該是不對。我們把這個拿走，你看，這個才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 class 了。我們測試一下 account， 對，已經找到了，所以這個是沒問題的。好吧，我們繼續。現在我們終於可以進入這一集的核心。先說結論，而且這個結論非常重要。EVM 和 Tron 的 private key 是可以共用的，但生成出來的 wallet address 一定不一樣的。這個是很多人直覺上會搞錯的地方。從 wallet system 的角度看，流程其實是非常簡單。我們先 generate 一個 SECP256 KE private key， 然後 derive to public key， 然後在這裡系統才會真正分叉。EVM 和 Tron 使用的是
不同的 address derivation 邏輯，所以 address 一定不同。最後 private key 是可以被 export， 所以我經常用一句話來總結這一層邏輯。private key 是跨鏈資產 ，address 才是鏈內身份。我們會用 unit test， 因為 unit test 的目的不是教學，而是證明判斷。第一個 test 很簡單，我們用同一個 private key derive public key 在 EVM 和 Tron 下都可以成立。這說明一件事， private key 不屬於任何一條鏈。好的，接下來我們要生成代碼。首先，我們打開我們的 Claude Code， 因為我們的代碼開始有點複雜了，為了把生成效率和代碼的品質提高，我們先生成一個 Tron 的 subagent。 Please help me to create a new subagent, Tron Blockchain Expert, specialized in Java, Kotlin implementations using gRPC, HTTP APIs, Tron Gate and Tron Protocol。 我們放 Plain Mode。它直接把我的 Tron Expert 生成去這個 folder， 所以我們是可以直接去用的。好的，沒問題。來，我們測試一下，它到底有沒有生成成功？沒有存在。我們關了再開多一次，看有沒有。好了，已經有了。所以下一步我們會把剛才的Wallet CLI 的 folder 加入來這個項目裡面，當作是一個 working directory。它最大的用處是因為我們要讓我們的 AI 去 refer Wallet CLI 裡面的代碼。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的 Wallet CLI。我們拿到這個項目的 path， 我們抄起來，然後我們這裡增加 directory。 在這裡其實我們有兩個選擇，如果你是一個人工作的團隊，我就建議你用選項2。如果你是多人團隊，或者我們現在是做 MetaMask Clone， 每個人的 directory 都不一樣，所以我們就選擇選項1 Yes for this session only。 好的，我們現在可以生成 test case 了。首先我們讓 subagent 出來。好， Please help me to create unit test that using same private key to generate same public key for EVM and Tron. Please write your unit test as test Tron。 好了，完成了。我們看看他寫的代碼。來，我們自己跑一輪。所以同一個 private key 就是這個，然後 EVM 的 public key 和 Tron 的 public key 是一模一樣的。所以這個是成功的。剛才 Claude Code 也是生成了很多文件。來，我們簡單的看一看。這些文件通常都是他解釋為什麼這樣子去做。
通常我把那個 task 做完了之後，這些文件、這些 MD file 我也會刪除。每次你讓 AI 幫你生成某些 task 的時候，它也會時常會有生成這些相關的文檔，我也是一一刪除，不然的話你會越來越多些文檔，你也會越來越亂。好的，待會我再看多一輪，看是否需要留着讓大家去參考。我們暫時就放在這裡先。好，現在我們要去做第二個 test， 還是同一個 private key， 分別會生成 EVM address 和 Tron address。你會看到 format 不同 ，encoding 不同 ，case sensitivity 不同。結論非常清楚 ，address 是 chain specific 的。來，我們嘗試直接把這個要求抄給 Crowdcode， 看他明不明白我們的要求。Please help me to generate a new test case that same private key generates different addresses for EVM and Tron。來，我們看看它寫成的代碼是如何。來，我們測試吧。Same private key。Step 2是 EVM 的 public key。Tron 的 public key 一模一樣。然後 Step 3，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去 generate private key。這個是他們是共用的。然後 Step 4是因為他們的 encoding 或者是他們的 address 的 format 有一點不同。這個 EVM 的 format 就非常的直接，就是前面加個 0x， 再把這個 string 變成一個 hex， 就得到這個。所以它總共是42個 characters， 因為前面有一個 0x。至於 Tron 它的也是大概是一樣，只不過它有點分別，它把那個20個 bytes 前面加多一個41，它這個有點複雜，因為它最後就是它要把它的 wallet address 前面放一個 T。這個 Tron address 其實我也是不太想去深入的去解釋。第一，我本身不是很了解。第二，我們身為 Wallet System 的 Developer， 我們其實是不需要太介意某一些 Wallet Address 或者是某一些 Encoding 是如何生成的，因為對於我們 Wallet System Developer 用處不大。因為當我們用相關的 Library 或者是 SDK， 它已經有一些 Function UDD 是幫我們去 Validate 某一些 Wallet Address。所以基本上我們是不太需要了解內部是如何運行的。然後我們去到 Step 5， 這裡是同一個 Private Key， 同一個 Public Key， 同一個 Address Call， 然後它們是有不同的 Format。好的，我們現在是進入第三個 Test Case。第三個 test， 我們會 export private key， 無論是 EVM wallet address 或者是 Tron wallet address，private key 的表現會是完全一致。這說明錢包遷移靠的是 private key， 而不是 wallet address。來，我們試試把這個抄給 Crowdcode。OK， 我們懶惰改，我們就直接在這裡 edit 吧。
好了，第3個 test case 完成了，我們進去看一看。我們測試一下。OK， 到了這裡，其實我發現了一個問題，我自己本身也不懂要怎樣解釋，但是我知道的東西是同一個 private key， 我可以 import 進去 MetaMask， 就是真正的 MetaMask 和 Tron Wallet， 就是 Tron Link 去2個不同的 wallet， 他們是可以 import 的。然後 import 了之後，當他們 export 出來，也是同一個 private key， 但是他們的 wallet address format 是不一樣的。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就當它這個東西是成立的。過後我們正式 implement 我們的 MetaMask Clone UI 的時候，我們在那裡生成 private key import export 去 MetaMask 和 Tron Link 去 testing 是否和我們所講的那個 theory 是不是一模一樣。因為這個東西是比較複雜的，我們不是 cryptographic， 就是寫那個加密，我們不是做加密的，我們是做錢包系統。很多人會問，為什麼 MetaMask 不支持 Tron？ 答案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他們不在同一個 wallet domain 裡。MetaMask 是一個 EVM only wallet， 而 Tron 在 wallet 層 address system 不同， signing domain 不同， broadcast flow 也不同，所以這不是加一條 RPC 就能解決的問題。接下來簡單講一下 Infra。 在 Tron 世界裡有一個非常的基礎設施叫 Tron Grid， 它提供 RPC、indexing 以及整體穩定性。它在 Tron 世界裡的角色大概相等於 EVM 世界裡的 Infura 或 Alchemy。 系統層的一句話是，當 Wallet System 不是自己跑 Node，就必須理解 Infra 在架構中的位置。好了，接下來你會看到 UI 的實現，但我會用 Fast Forward， 因為 UI 在這一集裡不是重點， UI 只是把 Wallet Core 的功能 expose 出來，它不會影響任何系統的判斷。到了這裡，
我們要做下一步的驗證，就是把我生成的 Tron Wallet 導入和導出去真實的 Tron Wallet。真實的 Tron Wallet 我們會有 Tron Link。首先我們要 install Tron Link 的 extension。你會看到 Tron Link， 我們install這個。好，我們現在就 create wallet。好的，所以第一步我們就在我們的 MetaMask Clone create 一個新的錢包。我們先把錢包地址 copy 起來，然後我們 export private key。我們 import private key。然後我們對照一下我們的 wallet address。对，完全一樣。我們嘗試 export 出來。对，完全一樣。過後，我們把這個 private key import 進去我們的 EVM address。所以同一個 private key， 它生成的 wallet address format 是不一樣的。這一集是我們第一次真正離開 EVM， 從 Multi EVM 走向 Multi-Chain Wallet System。你只需要記住一件事就夠了 ，private key 是跨鏈資產 ，address 永遠是鏈內身份。如果你覺得這一集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和打開小鈴鐺。下一集 EP07， 我們會繼續在 Tron 上往前走一步，從 Wallet System 的角度講 TRX 的 Receive 和 Transfer， 一筆 Tron Transaction 是如何真正完成的。我們下一集見，拜拜。